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啊！我係飛入。咁呢一集咧就會同大家認識下美國 S&P 500嘅 ETF 同埋一啲新興市場嘅 ETF 嘅。咁仲會教你點樣去做一啲簡單嘅資產配置添。如果你一直都猶豫緊買邊一隻 S&P 500嘅 ETF 啦，究竟點樣可以買得到新興市場呢？咁今集咧你就一定要睇到落尾啦。首先要同大家講下今日會講啲咩先。我哋會快速複習翻 ETF 係啲乜嘢，佢有咩優勢，介紹翻 SPY、IVV、VOO。呢三隻美股 S&P 500 ETF 嘅差異同特色係乜嘢？亦都會睇下 EEM 啦、VWO 啦、IEMG 啦，呢三隻新興市場嘅 ETF 究竟有自己嘅咩嘅亮點同埋費用係乜嘢？仲會講下整體環境啦、投資風險嘅考量啦，亦都會提供一啲簡單嘅資產配置啦。喺進入主題之前呢，首先呢，等我同大家複習下咩係 ETF 先。ETF Exchange Traded Fund 交易所交易基金啊。佢係一種喺證券交易所上市嘅基金，可以投資嘅類型係股票啦、債券啦、商品或者係貨幣嘅組合㗎。同一般 mutual fund 共同基金有咩唔同呢？ ETF 係好似股票咁樣一樣隨時買賣嘅，唔使等到收盤之後先去結算淨值。另外多數指數 ETF 費用相對都比較低，因為係被動式管理啊。只要追蹤住目標指數例如 S&P 500啊、Nasdaq 100啊、MSCI 啊、Emerging Market 咁就 OK 㗎啦。最重要嘅優點就係分散風險啦。一隻 ETF 好多時都有幾十幾百隻或者幾千隻股或者債券，就可以降低單一公司爆煲嘅風險啦。就係因為咁所以越嚟越多人都選擇投資 ETF 作為核心持有，尤其係新手或者冇時間逐一研究個股嘅人ETF 其實係一個非常方便嘅工具嚟嘅。美國係全球最大嘅資本市場嚟㗎，而 S&P 500被視為美國股票最重要嘅晴雨表，涵蓋市值最大啦、流動性最高嗰500間公司。科技巨頭好似 Apple 啦、Microsoft、Amazon、Nvidia、Tesla 同 Alphabet 等等都係佢嘅主要成分股嚟㗎。第一檔要介紹嘅係 SPY。佢係全球第一隻 ETF， 誕生於1993年嘅，追蹤 S&P 500指數。因為歷史悠久啦，所以交易量都非常之大，每日都有好多投資者進行買賣嘅，所以流動性方面幾乎唔需要擔心。費用率喺大概 0.09% 左右，相對於其他兩隻就高一啲，但係仍然喺 ETF 嚟講都算係比較低嘅水平啦。佢嘅資產規模大概都有好幾千億嘅美元㗎，可以話喺世界上最著名、最經典嘅 ETF 之一。第二隻係 BlackRock 推出嘅 IVV， 佢同樣都係追蹤 S&P 500嘅，但係費用只係需要 0.03% 嘅啫，同 SPY 比嘅 0.09% 就平咗3倍咁多。如果你打算長期投資，當然費用率越低就對你越有利，因為管理費會持續侵蝕咗你嘅獲利㗎。同埋IVV 嘅流動性都唔係差嘅，雖然交易量就冇 SPY 咁大，但係對於一般投資者嚟講應該完全夠用㗎啦。主要持股同 SPY 差唔多都係嗰啲科技龍頭。最後一隻係 VOO， 係 Vanguard 推出嘅，費用率同 IVV 差唔多，大約都係 0.03%， 所以都會有好多長期投資人視為核心配置嘅首選之一。佢嘅 AUM 更加高達近兆美元啦。基本上VOO 啦、IVV 啦、SPY 三隻 ETF 嘅追蹤唔差啦，同埋長期績效都係差唔多噶。最主要嘅差別就係費用率啦同流動性。SPY 流動性係最好，但係費用會高啲。IVV 同 VOO 都係超低費用率，亦都相當之受市場歡迎㗎。總結嚟講SPY 啦、IVV 啦同 VOO 都係追蹤 S&P 500嘅指數表現㗎。從長期回報嚟講佢哋之間嘅相差係非常之細㗎。如果你炒短線 SPY 就可能容易啲，因為每日嘅流動性就最高。如果你真係想 buy and hold 咁樣費用率低嘅 IVV同 VOO 就應該會更有優勢啦。關鍵可能你都仲要留意下你嘅券商收幾多手續費啦，你嘅投資策略係長期持有啊定係短線操作啦，諗清楚之後先揀一隻啱自己嘅去買賣啦。講完美股，我哋不如講下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。呢啲國家包括中國啦、印度啦、韓國啦、巴西啦、南非啦同台灣等等㗎。人口結構有啲國家相對比較年輕，發展潛力亦都比較大嘅，但係佢哋就好容易受到地緣政治啦、貨幣啦、通脹呢啲因素所影響，波動性自然就比較高少少啦。如果你都想捕捉呢啲新興國家成長嘅紅利
但係咧又唔想係單單咧壓喺一個國家裏面咧，或者個股上面咧，咁樣咧投資新興市場嘅 ETF 咧，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分散風險嘅投資方法嚟㗎。第一隻 EEM 由 BlackRock 推出嘅 iShares 系列，費用率咧大概係0.68%，相比其他兩隻啊都係貴一啲㗎。不過佢嘅交易量啦、流動性咧同樣都好大，而且因為歷史比較悠久啊，成立嘅時間就較早。佢追蹤嘅係咧 MSCI Emerging Market Index， 大致上係中國啦、印度、台灣、韓國、巴西嗰啲龍頭企業，例如台積電啊、騰訊啊、阿里巴巴啊、三星啊、Reliance 咁樣。第二隻 VWO 係 Vanguard 推出嘅新興市場 ETF， 佢個費用率咧只係低到係0.1% 嘅啫，同 EEM 比咧真係平超級多，特別係適合咧想長期投資、成本控制嘅朋友㗎。追蹤呢個指數咧係 FTSE Emerging Market， 雖然咧 FTSE 咧同呢個 MSCI 指數咧大同小異啊，但係因為佢實際持股比例咧都仲係有啲差別嘅，就好似 VWO 咁咧，可能咧就會納入咗更加多中小型嘅公司，國家嘅比重咧亦都可能同 EEM 咧唔太一樣，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係需要留意㗎啦。最後一隻 IEMG 都係 iShares 家族，不過咧佢就屬於 Core 系列，主打更低使費，咁佢係0.09至0.11% 左右，同埋更加全面分散風險㗎，因為佢包含咗咧 MSCI Emerging Market 中間咧更加多細市值嘅企業，同 EEM 相比咧 IEMG 咧嘅配置咧就更加廣泛。流動性咧都唔差嘅。如果你長期佈局新興市場咧，想要一個相對平啲嘅選擇咧 ，IEMG 咧都係唔少人考慮㗎。總結嚟講啊，喺新興市場嘅 ETF 裏面 ，EEM 歷史最悠久，流動性大，但係使費就貴啲。VWO、IEMG 都係平替，但係 IEMG 同 EEM 咧都係用 MSCI 指數㗎。VWO 咧就係用 FTSE 指數㗎。如果你認為咧新興市場咧會係未來主力嘅成長點咧，但係又擔心一個單一國家嘅風險咧，呢三隻 ETF 咧都可以提供分散嘅優勢㗎。當然啦，波動絕對係比成熟市場更加大。投資之前一定要諗清楚自己對風險嘅承受度先得啦。投資之前，我哋一定唔可以忽略總體經濟同埋風險㗎。利率政策，如果美國持續加息，可能會造成資金咧回流美國。新興市場咧面臨資金外流㗎，地緣政治啦，例如中美貿易紛爭啦、各地衝突啦，都會影響市場信心。匯率咧，投資海外 ETF 嘅時候咧，你嘅基準貨幣咧，如果係相對美元大幅升值或者貶值咧，都會影響實際報酬㗎喎。市場波動，尤其係新興市場，若果遇到重大利空嘅時候咧，可能咧波動咧就更加劇烈啦。因為咁咧，無論係美股 ETF 定係新興市場 ETF，都有機會咧面臨短期嘅大幅回調㗎。所以投資嘅時候，先問自己：如果市突然間跌30%，我係咪仲係揸落去呢？講咗咁耐，其實究竟我哋點可以將美股同新興市場組合搭埋一齊呢？咁我呢度咧就俾個簡單嘅示範俾大家參考，但係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嚟嘅。穩健型嘅可以考慮下將70%嘅就放喺 S&P 500， 20%放翻喺新興市場，10% 咧就放翻做現金債券或者其他防禦嘅資產。如果積極型嘅可以點呢？積極型咧就可能60%嘅 S&P， 30%嘅新興市場，10% 咧高息債啊、黃金啊。調整比例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考慮自己嘅風險承受度啦、投資期限啦、資金狀況。如果係打算咧買10年都唔喐噶啦，或者可以承受短期嘅波動，咁樣放多啲新興市場咧都可能冇咁大問題嘅。但係如果你比較保守，都係維持主要資金喺成熟市場會比較安全啲。再嚟幾個常見問題係乜嘢呢？ ETF 要定期定額定係一次性買都得㗎。如果你擔心短期波動啊，可以採取定期定額，即係月供啦，降低咧買喺高點嘅風險。如果資金長期都唔用嘅閒錢，一次性投入咧都唔係話唔得嘅，因為咧市場長期向上嘅機率係高。不過咧，其實呢個都只係一個參考建議，一次性投入咧考慮當時嘅市況同埋會面對風險嘅，咁所以分開幾次咧都冇壞嘅。好啦，美股而家會唔會太高啦？新興市場會唔會更加好呢？我又唔係生神仙，咁所以我都唔會知。短期嚟講啊，美國啊的確升咗10幾年，但係咧佢企業咧就持續都獲利成長，咁都係仲有機會咁樣嘅。不過新興市場潛力大，政治風險都大，咁啊可能咧需要耐心啲、長期啲咧先會見到成果啦。多謝你睇到呢度啊！最後做個簡單嘅總結 ，S&P 500嘅 ETF 啦、SPY 啦、IVV 啦同 VOO 咧，都係叫做一件咧就可以買入500隻美國最大嘅企業，佢哋嘅費用啦同埋流動性咧都係主要嘅考量。新興市場嘅 ETF、EEM 啦、VWO 啦同埋 IEMG 咧，
就可以咧找住其他地區嘅成長機會，但相對波動性咧就會比較大。最後咧，大家都係根據自己嘅投資目標啦，同埋風險嘅承受程度咧去做自己嘅投資配置㗎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，記得唔好忘記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翻俾你身邊嘅朋友仔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